奕晨，我最近看觀眾留言的時候，發現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。什麼現象？很多人學中文的時候遇到的問題都不一樣，但有一個經歷，好像特別多人都有。什麼經歷？終於遇到中國人了，然後一句中文都說不出來。哈哈，這個真的太真實了。而且很多人不是剛開始學中文的人，有的人已經學了2、3年，甚至更久。平時會背單詞，會看中文視頻，也會聽中文播客。聽起來已經不錯了。對，所以我一開始也覺得奇怪，如果已經學了這麼久，為什麼還會這樣？後來呢？後來我看到一個特別有畫面的留言，那個觀眾說，他來中國旅遊的時候，一直希望有機會跟中國人聊天，結果有一天，他去便利店買東西，終於等到了這個機會。聽起來像夢想要實現了。對，結果收銀員突然問了他一句話。什麼話？收銀員問：“需要袋子嗎？”哈哈哈，這句話現在中國人天天都能聽到，而且真的很簡單。結果他說自己當時直接愣住了，沒聽懂。他說平時好像聽過類似的句子，但是那一瞬間，大腦突然變空白了。我特別能理解這種感覺。為什麼？因為有時候不是不會，而是太緊張了。你越希望自己表現好，越容易卡住。對，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後面。還有後面？有，他回到酒店以後，突然想起來收銀員說的是什麼。哈哈哈哈！不但想起來了，而且馬上知道應該怎麼回答。已經晚了。已經晚了。收銀員都下班了。而且現在回答也沒有用了。我覺得這種情況特別像大腦延遲加載。延遲加載？對，當時打不開，回去以後突然全部加載完成了。而且我發現很多學習者都有類似的經歷。一個人在家的時候，會覺得自己的中文已經進步很多了。聽中文沒問題。看中文沒問題。有時候還能自己說幾句。但是，一見到真人，馬上變成另外一種狀態。有的人中文直接少了一半，有的人可能少了90%，最後連開口都不想開口了。我覺得很多人都會這樣。能點頭的時候絕不開口。點頭至少不會說錯。對，點頭最安全。所以我最近越來越覺得，很多人學了很久中文，卻還是不敢說。問題可能不一定是中文不夠好，有時候是別的原因。沒錯，所以今天這一期，我們就來聊聊一個很多中文學習者都遇到過的問題。為什麼學了很久中文，還是不會說？或者說，為什麼明明會，一開口卻突然不會了？其實剛才那個便利店的故事，讓我想到另外一個特別常見的現象。我發現很多學習者不是完全不會說中文，而是中文好像會突然變少。哈哈，這個形容很準確。對一個人的時候，好像什麼都會，能聽播客，能看視頻，有時候還能自己跟自己說幾句中文。結果真的開始聊天以後，情況馬上不一樣了。我覺得很多人都有這種經歷。剛開始的時候還挺正常，能說完整句子，也能回答問題。然後呢？聊幾分鐘以後，句子開始變短。再聊一會兒，只剩下關鍵詞。聊到後面，可能就只剩下對，是。我覺得很多觀眾聽到這裡已經開始點頭了，因為太真實了。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你自己知道剛才腦子裡明明還有很多話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就是說不出來。而且我發現，有時候問題不是聊天本身，而是聊天的人越來越多。對，這個特別明顯。
我以前看到一個觀眾留言，他說自己剛開始和一個中國朋友聊天的時候，其實還不錯，雖然有一點緊張，但大部分內容都能聽懂。聽起來挺順利的。結果後來那個朋友又來了2個朋友，哈哈，我已經猜到後面了。他說前幾分鐘還可以跟上大家在聊什麼，後來3個人越聊越快，話題換來換去，他慢慢開始聽不懂了。最可怕的是，他們不是故意說得快，对，他們只是在正常聊天。但是對學習者來說，速度完全不一樣。真的。而且你剛聽懂上一句話，他們已經開始下一句話了。你還在想剛才那個詞是什麼意思，他們已經換了一個新話題。大腦根本沒有休息時間。對，平時練習的時候聽不懂還可以暫停，可以倒回去再聽一次。聊天的時候沒有暫停鍵，別人說完以後，就在等你回答。而且有時候最奇怪的是，別人說的話明明不難，對，你聽的時候覺得很簡單，輪到自己說的時候，突然開始懷疑，這個詞對嗎？這個發音對嗎？這樣說會不會很奇怪？一句話還沒說出來，腦子裡已經檢查了3遍。等檢查完以後，別人已經開始下一個話題了。真的。後來那個觀眾還說了一件很好笑的事。什麼事？他說聊到後面的時候，其實已經有點跟不上了。然後呢？別人說什麼，他基本都點頭。哈哈哈哈。因為他覺得先點頭總不會錯。結果呢？結果後來才發現，別人根本不是在問他問題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剛才為什麼要點頭。我覺得很多學習者都做過這種事。對，聽不太懂的時候，先微笑，再點頭，最後希望沒有人繼續問自己問題。這已經不是聊天了。那是什麼？生存模式。這個形容倒是很準確，所以我後來發現，會中文和會用中文聊天，好像不是完全一樣的事情。對，有時候你以為自己不會中文，其實只是還不習慣聊天。我覺得這2個差別還挺大的。其實聊到這裡，我又想到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。我發現很多學習者，不管學了多久中文，好像都覺得自己的中文不夠好。真的，我以前看留言的時候就發現這一點特別明顯。有的人學了1年，覺得自己中文很差；學了3年，還是覺得自己中文很差；學了5年以後，可能還是同樣一句話。而且很多觀眾留言的時候，開頭都會先道歉。哈哈，對。他們會說，不好意思，我的中文不太好。然後我繼續往下看，後面是一大段中文，而且經常寫得挺自然。對，有時候我看完以後會想，如果這都算中文不好，那中文好到底是什麼樣子？我也有這種感覺。有些觀眾會寫很長的留言，裡面有自己的故事，也有自己的想法。看完以後，我完全能明白他想表達什麼。但是他們自己還是覺得不夠好。對，我覺得很多學習者對自己特別嚴格。我以前看到一個留言特別有意思，有個觀眾說他學中文已經4年了。然後呢？他說自己的中文很差。聽起來很正常。結果下面有人用中文回復他。然後2個人開始聊天，呵呵，聊了10幾條留言，全是中文。全是中文。那不是聊得挺好嗎？對，而且他們聊得特別自然，從旅行聊到工作，從工作聊到吃的東西。結果呢？結果最後那個觀眾還是覺得自己中文很差。哈哈哈。我看到的時候真的覺得很有意思。有時候我們看別人，會覺得他中文已經很好了，但是他看自己又是另外一種感覺。而且我發現，
很多人會拿自己跟中國人比較。那當然會覺得差。對，一個學了2、3年中文的人，每天拿自己和說了20、30年中文的人比較，最後得出的結論當然是我中文不好。哈哈哈，這樣比較的話，好像從一開始就輸了。真的，而且很多人其實沒有注意到自己已經進步了多少。對，剛開始學中文的時候，可能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。去餐廳吃飯，去商店買東西，都會緊張。後來慢慢會點菜了，會問路了，也能看懂越來越多東西。但是人好像很容易忘記這些變化。而且中文還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地方，你剛學會一個詞的時候，會覺得自己進步了，結果沒過多久，又發現更多不會的詞。真的，學會一點以後，好像又冒出來更多。所以很多人會覺得中文怎麼學都學不完。其實別說學習者了，我覺得中國人自己都有這種感覺。這倒是真的。有時候看到一些很少見的字，我也不認識。我也是，而且網上經常有人發一些生僻字，我每次看到都懷疑自己是不是白學這麼多年中文了。所以我後來發現，覺得自己中文不好，好像也是學語言的一部分。而且越認真學的人，好像越容易這樣。對，這一點其實還挺有意思的。其實聊到這裡，我發現很多學習者還有一個共同習慣，聊天結束以後，他們不會馬上忘記剛才聊了什麼，而是開始復盤。這個真的太真實了，而且很多人復盤的特別認真。剛才那句話對不對？那個詞是不是用錯了？那個發音是不是不太標準？對，我看過很多留言，大家都會記得自己說錯的話。有的人甚至能記住幾個月以前的一次聊天，然後一直想着，當時如果換一種說法，會不會更好？而且越想越後悔。聊天的時候沒想起來，回家以後突然全部想起來了，好像一回家，大腦就開始正常工作了。不過，我後來發現一件特別有意思的事情。什麼事情？很多學習者記得自己說錯的話，中國人反而不一定記得。我覺得這是真的，因為聊天的時候，我根本不會一直注意別人哪裡說錯了。我更在意的是，我有沒有聽懂他說什麼。我也是，而且如果有一個外國人主動用中文跟我聊天，我最先注意到的其實不是錯誤。對，我第一反應通常是，哇，他會中文。因為很多中國人都知道，學中文其實不容易，所以大部分時候大家不會一直找錯誤，反而會覺得有點驚訝。我以前遇到過一個外國遊客，他的中文其實有一些錯誤，有些詞用的也不太準確。然後呢？然後我們還是聊了10幾分鐘，從旅行聊到吃的東西，又聊到他為什麼來中國，整個聊天過程都很順利。因為能聽懂。對，而且聊天結束以後，我根本記不住他說錯了什麼，我只記得我們聊了什麼。我覺得很多中國人都會這樣，因為聊天的時候注意力都在內容上，不是在幫別人改作業。而且有時候會出現一種特別有意思的情況，學習者覺得自己剛才表現得特別差，中國人卻覺得剛才聊得挺開心。真的，學習者回家以後可能一直在想，剛才那個詞是不是說錯了，那句話是不是不太自然。中國人回家以後想的是，今天遇到一個會中文的人，而且聊得還挺開心。所以有時候想想還挺有意思的。怎麼說？學習者一直擔心自己說得不夠好，但中國人可能根本沒有注意到。對，而且很多人擔心的問題，別人可能根本沒有發現。有時候你記得特別清楚的那個錯誤，
中國人可能5分鐘以後就忘了，甚至當時就沒有發現。而且很多聊天本來就是這樣慢慢開始的，一句一句慢慢聊，慢慢熟悉對方。說錯一點其實很正常，畢竟中國人自己聊天也經常說錯。這倒是真的。其實我發現，很多學習者都在等一個特別明顯的瞬間。什麼瞬間？比如有一天突然變得很流利，或者有一天突然什麼都能聽懂。很多人都会這樣想。但我後來發現，很多時候事情不是這樣發生的。真正的變化通常特別小。比如呢？比如有一天，你去餐廳點菜的時候，沒有先在腦子裡翻譯，看到菜單以後，直接就說出來了。對，而且有時候這種變化特別突然。你可能在路上聽到別人聊天，突然發現自己聽懂了一句話。而且最有意思的是，有時候你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听懂了。真的，等反應過來的時候，已經過去好幾秒了。我覺得這種感覺特別有意思。還有一些學習者會說，有一天跟中國人聊天的時候，突然發現自己沒有以前那麼緊張了。雖然還是會停頓，也還是會說錯，但是已經敢繼續聊下去了。對，以前遇到中國人會想躲，後來慢慢變成，如果有人願意聊天，好像也不錯。我覺得這種變化其實很大，而且很多時候只有回頭看的時候才會發現。而且很多時候，你根本不知道那是進步。對，直到有一天突然發現，以前不會的事情，現在已經會了。我覺得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學中文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，就是這些小小的瞬間。那些瞬間平時不太起眼，但是慢慢加在一起，就變成了你的中文。今天節目裡有幾個詞，我覺得還挺有意思。第一個是復盤。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用這個詞。復盤的意思是，事情結束以後，再重新回想和分析整個過程。第二個詞是緊張。緊張就是心裡有壓力，不放鬆。很多學習者一開口說中文的時候，都會有一點緊張。第三個詞是生僻字。生僻字就是平時很少見，很多人都不認識的漢字。其實有時候中國人看到生僻字也會愣一下，所以不認識生僻字其實很正常。最後，我們也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在學中文的過程中，你最有共鳴的是哪一部分？是一見到中國人就緊張，還是聊天的時候突然什麼都想不起來，或者總覺得自己的中文不夠好？歡迎在留言裡告訴我們。我們也很期待看到大家的故事。下一期漢語微風，我們會聊一個很多學習者都會感興趣的話題。學中文前，我希望知道的7件事。如果有人在剛開始學中文的時候告訴我這些事情，也許會少走很多彎路。而且有幾件事，我到現在都希望早點知道。歡迎大家下次來聽。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，希望大家今天可以放鬆一下。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